最近有一位藏传佛教的仁波切在开示中提出了一连串令人瞠目的话题。真的有轮回吗？怎么去认定转世活佛呢？其实轮回有时候很无聊，佛祖不存在，烦恼根本断不了。这几个问题乍一听令人愕然，也激起了我们强烈的好奇心。轮回到底是不是真的？西藏高僧转世的传说是真是假？为什么说轮回无聊？难道佛祖真的是虚构的？所谓断尽烦恼是否办得到？别着急，接下来我们将一步步深入，从宗教经典到现代研究，从传统传说到现实案例，一一来揭开其中的奥秘。让我们开始这场关于轮回与解脱的探索之旅。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轮回到底指什么。按照佛教的说法，生命是个循环，我们生生死死，如轮子般转个不停。你现在的一生其实不是第一次来到这个世界，之前或许经历了无数次的出生与死亡，而未来若未解脱，死亡也不是真正的终点，只是不断轮回中的下一个起点，取而代之的是因果。简单说，就是你前一世做了哪些业，也就是哪些行为，会在这一世的境遇中结出果，而你这一世造下的业，将影响未来投胎的方向和状况。佛教还将众生的轮回归纳为6种可能的去处，称为6道。简单说，有3个属于比较幸福的善道，天道、阿修罗道、人道，另外3个属于痛苦的恶道，畜生道，也就是动物之道，恶鬼道、地狱道。行善积德的人，也许死后能升到天道，成为寿命悠长的天人，或至少在投胎做人享福，而恶业缠身的人可能堕入恶道，比如转生为畜生，受人宰割、役使，甚至下地狱遭受烈火煎熬或严寒折磨。虽然听来如神话传说，但它反映的是古人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宇宙观。佛陀强调，6道众生都在轮回的网中，无法永久脱身，哪怕一时做了高高在上的天神，等福报享尽，仍可能跌落。唯有人道众生有机缘听闻佛法，修行解脱，所以应该珍惜人身，在此道上努力，争取跳出轮回的回圈。有人打了个比方，轮回就像点燃蜡烛的火焰，一根蜡烛烧降尽时，用它的火苗去点亮下一根蜡烛，火焰似乎延续了下去，但已经不完全是原来那一道火。然而，没有前一根蜡烛，也就不会有下一根烛光。这就是佛教对转世的诠释，并没有不变的灵魂在不同躯壳之间跳跃，而是前因后果的相续，让上一世的余焰点燃了下一世的生命之灯。说了半天，这些听起来像一种信仰哲学，那有没有什么实际证据能支持轮回的存在呢？有趣的是，20世纪以来，还真有一些严谨的学者跑去研究转世现象。他们并非宗教人士，而是出于科学好奇，调查一些离奇案例。最著名的例子之一是美国维吉尼亚大学医学院的精神科医生伊恩·史蒂文森博士。他从1960年代开始前往世界各地，尤其是盛行轮回观的亚洲，调查那些自称记得前世的儿童。几十年下来，他竟搜集了超过2500个案例。试想一下，有些小孩2、3岁刚会说话，就对父母说起，我不是你们的小孩，我前世住在某某村庄，有另外的爸爸妈妈，我死掉才到你们这儿来的。如果你是家长，听到宝贝孩子突然冒出这种话，怕是要倒吸一口冷气吧。史蒂文森博士正是被这类现象震撼，决定亲自拜访那些孩子和家人，核实孩子们描述的前世故事到底对不对得上现实中的人物事件。结果相当惊人，许多孩子说出的姓名、地名甚至琐事细节，经调查居然都能找到吻合的对象。也就是说，在孩子出生之前，确实有一个按他描述存在过的人，而那人生活经历甚至死亡方式都和孩子记忆相符。举个具体的例子，在印度北部有个小男孩，从小额头上就有一块长长的浅色胎记。他2、3岁时开始告诉家人，自己前世叫某某，是一个不相干的陌生名字，住在隔壁村庄，并且我被人用猎枪打死了。他的父母起初觉得孩子在胡言乱语，可后来经打听，附近村里确实有个男人不久前遭人持猎枪近距离射杀身亡，而那人去世的时间正好在这孩子出生前不久。更奇的是，史蒂文森博士调出了那位亡者的验尸报告，
发现死者胸口的弹孔位置和小男孩额头胎记的位置差不多对应。这还不是唯一的案例，在他调查的数百个前世记忆儿童中，大约有1/3的孩子身上带有奇特的胎记或先天缺陷，而其中相当多都和孩子描述的前世人物死亡时的伤痕相吻合。史蒂文森曾统计，有49个孩子描述的前世伤口有医疗档案可查，其中有43个案例，孩子身上的胎记或缺陷和前世致命伤完全一致。这些巧合用常规科学实在无法解释。有人或许会质疑，会不会是父母故意弄伤孩子皮肤造假胎记？但调查显示，那些胎记和缺陷多半是孩子生下来就有的，父母不可能对新生婴儿做手脚。而且很多时候，家长一开始根本不信轮回，甚至不知道远方有那么一个死者，更谈不上事先搜集情报，套孩子的话去演戏。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几乎所有这类孩子随着年龄增长，对前世的记忆会逐渐模糊乃至消失。通常他们到了7、8岁，已经不太记得曾说过的那些往事。因此研究者推测，也许每个人童年时都闪现过一些前世残片，只是太零星隐晦，很快被新的人生经验覆盖，所以我们长大后才自以为前生今世早已断绝。只有极少数案例中，孩童年纪小时记得的内容比较清晰，又恰好遇上大人愿意当真去调查，才能留下这么多动人的故事。乍听之下，这些都像是灵异传闻，但他们被认真的调查记录下来，留下了难以否认的证言，令许多人开始重新思考轮回的可能性。史蒂文森博士的研究在学术界引起不小争议，主流科学并未将这些发现视作轮回存在的铁证，多数科学家倾向于认为这些案例也许有其他解释，比如纯属巧合、记忆错觉，甚至怀疑孩子和家长说谎等。但史蒂文森的调查相当严谨，他本人直到去世都坚持认为轮回是最合理的解释。他写了一本巨厚的专著，超过2200页，把许多案例和分析收录其中，可谓用一生在追寻轮回证据。除了这位西方科学家的研究，东方世界本身也流传着许多转世的传奇故事。您或许听过一些投胎转世的民间传闻，比方某个小孩突然认出前世的亲人，或者有人带着上辈子的记忆去寻找自己的坟墓之类的。中国就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轮回村案例，在湖南省通道侗族自治县的平阳乡，有一个侗族村寨被称为再生人村。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呢？原来村子里有上百位村民都声称自己是带着前世记忆转世而来的再生人，比例高达当地人口的 3% 左右，这远远超出世界上其他地区零星个案的几率。一位名叫石爽人的妇女就是典型。石爽人从小就告诉家人，他潜意识是隔壁村的男子姚家安。姚家安1936年出生，24岁时下田插秧，途中不慎被毒蛇咬伤，发高烧3天后离世。石爽人自己呢，恰好在姚家安死后3年来到人世。他不仅记得前世的名字和经历，还对自己前世的家人无比熟悉。据说他成年后去拜访姚家安生前的家人时，说出了许多只有对方家里人才知道的细节，比如某个柜子里藏了什么，家里某件往事的内情等等，令对方听得目瞪口呆。更戏剧性的是，姚家安年迈的儿子完全相信石爽人就是他父亲转世，因为石爽人讲述的许多关于他母亲的往事都丝丝入扣，与事实相符，而那些是除了父母之外不会有外人知道的秘密。当地人还打趣说，这些再生人80%是转世投胎时忘了在奈何桥边喝孟婆汤，所以才记得前世那么清楚。虽是戏言，却也道出轮回传说的一个重要推测。一般人投胎后都会遗忘前尘，要是不忘，人生恐怕平添许多困扰。因此，这些偏偏没忘记的特例才显得格外神秘。根据当地文化站的调查统计，平阳乡像石爽人这样自述转世的人超过100位，是目前所知全球范围内人数最多、分布最集中的再生人群体。近年来，国内多所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学者也前去对此现象展开研究，但至今仍没有定论。有的研究者认为，再生人拥有对前世的真实记忆，也有人倾向从当地民俗文化和信仰角度寻找解释。不过大家至少有个共识，
再生人现象是真实存在的，需要给它一个合理的科学解释。这里头的奥妙着实耐人寻味。我们刚刚提到的种种案例中，其实还有许多引人注目的故事值得一说。例如1930年代在印度就发生过轰动全国的前世寻亲事件，主角是一位名叫善蒂戴维的小女孩，她从4岁起就坚称自己有另一个家，还详细描述了前世的经历。善蒂说自己前世名叫卢吉，住在几十公里外的马图拉市，有丈夫并生过孩子，最后难产去世。小小年纪的她把前世丈夫的名字、住所和周围环境都讲得绘声绘色。这件怪事惊动了当时的社会，各报纷纷报道，甚至传到了圣雄甘地耳中。甘地对此十分感兴趣，还特地接见了善蒂，安排一个调查小组带他前往马图拉寻找前世的家。结果令人瞠目，马图拉果然有一位男子，与善蒂描述的丈夫信息完全吻合。他证实自己的妻子多年前难产去世，而妻子的名字正是善蒂讲的卢吉。善蒂见到这位前世丈夫时，情绪激动，举止言谈颇有一副团聚妻子的模样。这桩事件当年被传为佳话，很多人把善蒂视为轮回转世的铁证之一。在西方，前世回溯催眠也曾一度风靡。最著名的案例出现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科罗拉多州一位名叫魏吉尼亚·泰伊的家庭主妇，在催眠状态下用浓重的爱尔兰口音讲述起自己前世的故事。她自称19世纪爱尔兰科克郡的女子布莱迪·墨菲，细节包括住在哪条街、认识哪些人、怎样去世的，都描述得绘声绘色。这番言论被记录成书出版，书名就叫《寻找布莱迪·墨菲》，一时之间引发大众对轮回的极大关注。然而随后的调查发现，魏吉尼亚年轻时的邻居中恰好有一位来自爱尔兰的女士，名字就叫布莱迪。她或许曾听过这位布莱迪女士讲述的家乡故事，并将其无意识地记在了脑海深处。催眠时，这些尘封记忆被激发串联，于是魏吉尼亚相信那就是自己的前世。布莱迪·墨菲的故事因此被不少人视为弄巧成拙的误会，但也有人保持开放态度，认为其中仍有部分细节无法用欺瞒解释。总之，催眠回溯能否真正找到前世，目前没有定论，但它代表了人们探索轮回的另一种努力方向。再来看更近代的例子，21世纪初，美国有一桩知名的前世记忆案例。一个叫詹姆斯·莱宁格的小男孩，从2岁起频繁做噩梦，梦中大喊飞机着火了，飞机掉下去了。白天他也痴迷画战斗机大战的场面，还能说出很多飞机零件的专业名称。这对一个幼儿来说非常反常。他的父母原本不相信轮回，但孩子接连说出一些具体信息。例如他说自己以前也是叫詹姆斯，驾驶一架舰载机从拿托马湾号航母上起飞，结果被日本人击落在海上。爸妈听得一头雾水，拿托马是啥？后来他们发现，拿托马湾号确实是一艘二战时的航空母舰，而该航母上一名歼击机飞行员詹姆斯·休斯敦中尉正是在硫磺岛战役中战机被击中坠海丧生。小詹姆斯描述的情景与这段史实如出一辙，他甚至能认出几位当年在航母服役的老兵，叫出他们的名字，让那些白发老爷爷们都惊讶不已。这个故事经媒体报道后，在西方社会引发对轮回话题的热议，有人视它为轮回的有力证据，也有人猜测可能是巧合或孩子从电视书籍哪里吸收了资讯。不过詹姆斯的父母发誓从没让儿子接触过这些战争历史，那他的记忆从何而来呢？至今仍是个谜。随着这类故事渐渐传开，越来越多西方人开始接受轮回的可能性。20世纪后期以来，不少欧美国家的民意调查显示，自认相信前世来生的人数比例明显提高。某些调查里，接近1/4的人表示相信转世。即便在科技发达的今天，美国、英国等地仍时常有媒体和书籍讨论前世回溯疗法、灵魂记忆之类的话题。对很多现代人而言，轮回这概念带来一种心理安慰，它让死亡不再是冰冷的终点，而像是另一段旅程的开始。尤其当挚爱的亲人离世时，如果相信他还会再回来，对悲痛中的人无疑是一种安慰。
还有些支持轮回观的人认为，轮回说能提供一种道德因果框架，相信善恶有报，生生不息，或许更能约束人们向善避恶，社会也更加和谐。当然，也有人批评这种想法缺乏科学实证，只是精神寄托而已。不管怎样，轮回如今已不是某个宗教的小众教义，而成为全球许多人感兴趣的哲学命题。既然上述种种现象看来似乎在印证轮回，那下一个疑问就来了，如果轮回确实存在，人能不能掌控自己的轮回？换言之，我们能否决定下辈子成为谁？这听起来像科幻小说情节，但在藏传佛教中还真有所谓高僧大德自主转生的说法。这些不是一般人，而是被称为活佛，也称转世仁波切的特殊人物。西藏的高僧大德圆寂时，往往会交代一句话，说自己将转世再来利益众生，弟子们也会恳请师父早日回来。于是一套独特的活佛转世寻访制度就此形成。历史上，藏传佛教第一位主动转世并被确认的高僧，据说是噶玛噶举派的祖师噶玛巴。他在13世纪圆寂时留下信函，预言自己转世的地点和家庭。后来弟子果然依此找到新生的灵童。此后各大教派陆续都有自己的转世活佛传承，一直延续至今。那么怎么认定转世的活佛呢？想象一下，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喇嘛圆寂了，他的信徒深信他会投胎回来继续带领大家。可茫茫人海，要去哪里寻找这位小不点的活佛转世？西藏的传统做法是先请高僧大德们透过占卜和关照寻找线索，比如翻经书、打卦，甚至到神圣的湖泊前祈祷。历史上最著名的就是拉萨以南的拉姆拉措湖，相传只要至诚地凝视湖面，湖水会映出与未来有关的影像。据记载，不少达赖喇嘛或班禅喇嘛转世灵童的重要线索，都是从这湖中看到的异象而来的。以现任第14世达赖喇嘛的寻访过程为例，1933年，第13世达赖圆寂后，西藏摄政热镇人波切按传统到拉姆拉措闭关观湖。他声称在湖面上看见一座奇特的修道院，屋顶绿瓦与金顶相间，旁边有一所民宅，院外排水管样式异常显眼，隐约还看到房子附近有模糊的旗帜图案。此外，他感应到几个藏文字母浮现在水面，包括阿和开等线索。热镇仁波切回到拉萨后，依据这些线索判断，新的转世灵童很可能已经出生在拉萨东北方向藏区安多一带。于是西藏政府派出几支小队前往青藏高原东部各地秘密寻访。功夫不负有心人，1935年前后，其中一队人在今青海省一个农村发现了一位2岁多的男孩，名叫拉木登珠。这个孩子非常不寻常。据传，当时第13世达赖的遗体原本面朝南方，但忽然头部转向了东北方，仿佛在暗示下一世的方向。而拉木登珠家正位于拉萨东北。当寻访小组抵达他家，小家伙立刻跑过来扑到其中一位喇嘛怀里，高兴地叫他色拉喇嘛。要知道，色拉是那位喇嘛的寺院名，一个2岁农家孩子本不可能知道才对。更神奇的是，之后喇嘛们拿出几串念珠、几顶帽子、几根手杖混合其中，请孩子辨认，其中包含已故第13世达赖喇嘛的遗物。结果小拉木登珠毫不犹豫抓住了正主的念珠和手杖，还抱着不放，嘴里喊着这是我的。在场众人面面相觑，无不肃然起敬。综合多方征兆后，热镇仁波切最终确认这个孩子正是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不久，消息公布于众，拉木登珠被迎请到拉萨布达拉宫，坐上象征地位的现哈达宝座，正式成为新一任达赖喇嘛，也就是今天世人熟知的丹增嘉措。通过以上故事可以看出，寻找转世灵童是一套结合宗教仪式、直觉判断和现实验证的复杂程序，一般分3步：寻访、认定和坐床。先是根据占卜启示、吉兆、征象等线索在民间寻访，找到若干可能的孩子，接着进入认定阶段，对几位候选灵童逐一进行考核辨识，包括让孩子认识前世常用的物品、照片、认人等等，最后才是坐床。
也就是正式把确认无误的小孩迎至寺院，举行隆重的坐床典礼，宣告转世活佛即位。那些被确认的转世灵童往往会被迎请到前世所在的寺院，由众僧人精心抚育，展开漫长的宗教学习之路。小小年纪的孩子要学习诵经、佛学哲理、辩经技巧，甚至进行禅修，日复一日，以期将前世未尽的智慧传承下去。由于灵童被视作高僧再来，众望所归，他们自幼便身披袈裟，接受信徒顶礼瞻仰，既享尊崇，也承担压力。历史上曾有些转世灵童难堪重负，少年时健康不佳而早逝，或因顽皮调皮引发风波，但多数情况下，这些灵童长大后都展现出异于常人的智慧与慈悲，渐渐证明了自己确实无愧于前世的名号。每当信众看到新一代活佛成长起来，其言行举止仿佛前任再现，内心的敬信就更加笃定。在他们看来，这一切并非巧合，而是真有一股精神星火在代代相传下去。值得一提的是，在藏传佛教看来，这些高僧大德的转世和普通人是不一样的。凡夫是被自身业力牵引，身不由己的去轮回，好比落叶随风，飘向何方不能自主。而活佛级别的修行人被视为已拥有极高智慧和神通，他们可以自主选择转世。这些大师发下宏愿，决定不入涅槃安享清闲，而是反复来到人间度化众生。这就是大乘佛教讲的菩萨精神，不为自己涅槃成佛，愿意留在六道中救度有情。因为他们带着清醒的愿力转世，才可能出现许多灵验的线索，帮助弟子找到真身。否则单凭运气，要在茫茫人海里准确寻到一个转世灵童，几乎是不可能的。聊到这里，我们基本把开头提出的几个问题都绕了一圈。那到底有没有轮回呢？老实说，以现代科学的标准，我们还无法给出盖棺论定的答案。但大量案例提供的线索，起码让轮回是真的吗？不再只是无稽之谈。有人说，信则有，不信则无。或许正适合这种事。你相信，它就在你生活中发挥作用；你不信，它就只是茶余饭后的谈资。然而退一步想，就算抛开灵魂转世的神秘成分，轮回作为一种人生观，也能带给人许多启发。它提醒我们，当下的所作所为，也许不仅影响此生，还可能在更长远的未来回响。如果人生不止一局，那是否更该积德行善，谨慎度日呢？即便你对来世存疑，抱着宁可信其有的态度约束自己，多半也没有坏处。再来谈谈怎么认定转世活佛这个问题。我们借由达赖喇嘛转世的故事，已经了解了藏传佛教的一整套做法，依靠宗教传统的智慧和层层验证的程序相结合，一方面有高僧占卜、神狐显影等神秘经验，一方面也讲求灵童实际的辨认考核。当然，现实中还有来自政治的挑战，就像1995年第11世班禅喇嘛转世风波，当时达赖喇嘛在印度宣布寻访到一位6岁男孩为真灵童，但中国政府方面不予承认，随即依照自己的办法确立了另一名由官方认定的班禅，结果前者在被带走后从此失去公开露面的自由，后者则在官方保护下长大成人。这起事件令全球哗然，也让人们见识到转世制度在现代政治环境中的复杂一面。未来达赖喇嘛转世归属问题恐怕也将面临类似的争议，届时谁是真正的灵童转世，可能不仅是宗教问题，更将演变为一场政治博弈了。其实轮回有时候很无聊，这句话其实从反面点出了佛教为何要追求解脱。人生漫漫，如果一直在差不多的剧本里打转而不自知，确实很让人厌倦。佛法让我们警醒，不要沉迷于轮回中的短暂享乐，应该志在超脱这无尽的圈圈。佛祖不存在，意思是别迷信天外真的会掉下一个救世主来帮我们脱离苦海。释迦牟尼佛虽然曾经在世，但他已经涅槃离开了我们，我们能依靠的是他留下的智慧法门，而不是期待佛祖现身帮我们消除烦恼。烦恼根本断不了吗？对凡夫俗子来说，也许是一生中总有烦恼缠身，但佛陀一生就在教导我们如何逐步减轻烦恼，最终熄灭烦恼的火苗。我们短时间内或许办不到断除一切烦恼，但种种修行方法
的确能让烦恼一点点变少，让内心得到越来越多的自在和平静。佛教的理想目标是彻底解脱，也就是证悟涅槃。理论上讲，只要按照佛陀指引的戒、定、慧之道去修行，最终能证悟涅槃，就能实现一了百了，永远超脱生死轮回。佛经形容涅槃境界，离诸烦恼，究竟安乐，是一种彻底自由，再无轮回束缚的究竟平和。达到这一境界的人被称为阿罗汉，意为得道的圣者，或被尊称为佛陀。指彻底觉悟的人从此不再受业力牵引投胎，这就是佛教理想中的涅槃寂静。问题在于，现实中绝大多数人离这个境界还很远，别说成佛成圣了，就算断除一点点烦恼都殊为不易。很多人学佛多年，该生气还是生气，该烦恼依然烦恼，因此感叹烦恼根本断不了。佛法并不否认凡夫的不完美，相反，他一开始就告诉我们，人生而有苦，烦恼如影随形，但不断不等于永远不断。对真正觉悟的人来说，烦恼是可以最终断尽的，只不过对大多数普通人来说，过程极其漫长，所以一时看不到尽头而已。那我们该如何面对烦恼呢？首先要承认，烦恼不会自动消失，更不可能靠逃避或祈求就根除。佛法就像一套心理疗法或心灵锻炼，它强调改变的是我们的内心反应，而不是外在境遇。生活中难免遇到令我们烦恼的人事物，但佛教教我们练习的是转化内心的态度。烦恼其实是由我们的心所制造。同一件事，你用执着心对待，就容易痛苦；你用智慧心去看，可能就云淡风轻。举个例子，有人出言不逊辱骂于你，如果你放不下自尊，立刻怒火中烧，这愤怒本身就是烦恼。可如果你换一种念头，觉得对方也许只是一时情绪失控，何必跟他计较？那他骂得再难听，你心中依然平静。由此可见，烦恼不是外界硬塞给我们的，而是我们内心对外境的反应。当然，要做到宽心不易，所以佛法让我们关照烦恼的根源，并慢慢拔除它。就像杂草丛生，你割了一茬还会再冒出，因为根还在，只有找到根部并连根拔起，野草才不会重长。佛法提供的种种修行方法，例如八正道、六波罗蜜等等，正是教人一步步减轻乃至最终拔除烦恼根源，也就是无明和执着。举个简单的练习，当烦恼升起时，不妨先停一下，试着看看自己的心，我为何这么生气、悲伤？是不是放不下一些执念？这样自问，就是在挖掘烦恼背后的执着。许多时候你会发现，让你暴怒的是放不下面子，让你痛苦的是放不下对完美结局的贪求。一旦看清这一点，情绪往往能平息不少，剩下的再用理智开导自己。虽然不能保证一劳永逸，但长期如此训练心念，就像水滴石穿，日积月累可以改变一个人的脾气习性。很多老修行人年轻时脾气火爆，晚年却慈眉善目，处变不惊，就是这样磨出来的。有人打趣说，佛法是史上最早的认知疗法，听起来有点调皮，却颇贴切。它的确通过改变我们看世界、看自己的想法，来减轻心灵的痛苦。此外，佛法还特别强调慈悲心和行善布施的重要，这不仅是在积累善业，改善未来果报，同时也能使一个人内心更柔软开阔。当我们懂得将心比心，体谅众生的痛苦时，自己的许多烦恼反而会淡化。懂得知足和感恩的人，烦恼就少。反之，爱斤斤计较、怨天尤人的人，烦恼肯定多。虽说烦恼断不了听起来悲观，但如果我们从调整自心做起，至少能做到烦恼少一点，减一分也是进步。天长日久，终有拨云见日之时。佛教有句偈，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这是菩萨发的誓愿，纵然众生无穷无尽，也要一个个度尽；纵然烦恼无边无际，也发誓要逐一斩断。这话激励着无数修行人不言放弃，一直努力下去。至于能否真的度尽众生，断尽烦恼，那交给未来去证明。但至少在此时此刻，每一分精进都让我们看到烦恼减轻、心境提升的希望，这或许正是修行的意义所在。总的来说，轮回也好，解脱也罢，
都不是让我们消极怠惰的理由，恰恰相反，他们提供了一个更宏大的视野来看待生命。试想，如果生命真是一场又一场的连续剧，那我们每一集的表现都很重要。如果生命只有一集，那更要把仅有的一次活得精彩。无论如何，佛法的初心都是希望众生离苦得乐，相信不相信轮回，其实并不妨碍我们追求离苦得乐这个目标。只要朝着这方向努力，我们其实已经走在佛法指引的道路上了。最后，用一个有趣的比喻做结，人生就像一款多周目的冒险游戏，如果我们老是卡在同样的关卡，一次次重来，未免枯燥，不如试着领悟通关的诀窍，突破困局。也许在某次轮回里，我们终于打通所有难关，从滚滚红尘中脱颖而出，获得那真正的自由与安宁。回头再品味开头仁波切提出的几个看似惊人的论断，其实就蕴藏着上述这些道理。说轮回无聊，是提醒我们莫沉迷于此起彼伏的世俗戏码；说佛祖不存在，是告诫大家救度还需靠自己，不要把希望寄托在外在神灵；说烦恼断不了，则点出了修行贵在精进，唯有不断对治习气，才能逐渐减轻，并最终熄灭烦恼。明白了这三层用意，也就抓住了佛法的核心精神。那么，你觉得真的有轮回吗？如果生命不是只有一次，我们是否更应珍惜每一次缘分？其实不管答案如何，我们能掌握的就是当下。正如佛陀教导的，珍惜此生，修善断恶，培养智慧与慈悲，这些努力不会白费。即使最终发现没有轮回，我们也已在此生收获了更圆满的人生。而如果轮回为真，那我们更已为未来的自己播下了善良与觉醒的种子。如此一来，我们就能坦然迎接无常。或许在不远的将来，我们真的能做到躺平放下，跳出无尽的生命之轮，迎来究竟自在的解脱之境。